你有没有发现，你会在没有其他人的时候和自己说话，可能是在做家务、工作或是思考问题的时候，不由自主的自己和自己说话，还是像这位小兄弟一样，觉得自己脑子怪怪的。僕は頭がおかしい。僕は血に飢えた獣。いつか来るのだろうか。この衝動を抑えられる日が。ダメだ。那这种行为是正常的吗？嗨，大家好，我是阿威。和自己说话其实是一个相当常见的行为，每个人都做过。如果经常发生在你身上，也不代表你脑子有问题或神经病，这种行为相当正常。甚至有研究发现，和自己说话可以提升解决问题的能力。比如，当你出门时发现车钥匙不见了，你会自言自语地说：“我的钥匙呢？是不是落在座上了？”当说出口的时候，可以帮助你更快的回想和定位。那自我对话或自言自语背后是有什么意义吗？当中有什么心理学可以解释？测试你是属于哪种类型？你是否有精神分裂的倾向？如果也喜欢这类生活及心理学知识分享，欢迎订阅或加入会员。现在就订阅起来。和自己说话在心理学上是一种非常正常且有用的行为，这种行为称为自言自语 self-talk。 在上世纪1920年代，俄罗斯心理学家列夫·维高斯基 Lev Vygotsky 首次提出了自言自语的理论。这研究可追溯到他对儿童在玩耍和学习过程的观察。维高斯基认为，自言自语是每个孩童成长和认知发展的关键。他注意到，当孩童在玩耍或面临挑战时，他们经常会自言自语，就像自己是自己的老师一样，在指导自己如何行动，练习自己解决问题和管理行为。当小孩长大后，这些脱口而出的自我指导的话，就会渐渐转向内化，也就是大多人脑中喋喋不休的内心独白 （internal monologue）。不过，这个内心独白或者称作脑内的声音，并不是所有人都能听到哦。有些人的脑中是没有声音的。啊，脑中听不到声音？对，其实在这集之前，我曾经出一集探讨过脑内是谁的声音，你在那集底下能找到许多这样的留言。这就像我好久以前提到的心盲一样，心盲 aphantasia 是指有的人脑中是无法想象画面的，而无法听到脑内声音则被称作 auditory aphantasia 无内在语言。这些人不能使用内心自言自语，只能用说出来的自言自语。如果你不能像这位小兄弟一样内心说话，那你就很可能是无内在语言的人。请在下方分享你有趣的经验吧。我是属于有内在语言的人。当我在看漫画、看书的时候，我看着角色的对白时，脑中会听到那个角色的声音，女生就是女生的声音，男生就是男生的声音。那你怎么知道那个角色是什么声音的啊？这个也许是我大脑把之前看过的角色做相似匹配吧。就好像我在默读大家的留言，我也貌似能听到大家的声音，虽然未必和大家真正的声音一样，但比起看文字，我更像是听文字。有和我一样的朋友也可以在下面留言啊。不过要说清楚，无内在语言的人并不代表他们无法思考，只是他们的思考过程是不依赖内在声音的，他们可能更依赖画面或抽象的形式思考，所以你会发现他们在自言自语的时候更需要发出声音让自己听到。那自言自语有什么用吗？人在自言自语时，不管是说出声的自我对话，或是脑内说话的内心独白，不同人可能常用的类型也会不同。有的人会告诉自己再试一次，我可以的；有的人会告诉自己我是个笨蛋，刚才叉叉叉就好了啊。自言自语主要可分为3大类：积极的自言自语、消极的自言自语和任务导向的自言自语。积极的自言自语涉及的是自我鼓励、自我肯定的话语，这种自言自语有助于提升我们的自信，依据我可以的自我暗示。有研究发现，做事成功率竟然会有所提升。积极的自言自语也是自己为自己打气的表现，尽管是从自己口中说出，但当人听到为自己打气的声音时，往往在压力面前都更有能力去对抗他们。如果有拖延症的你，学习积极的自言自语也可能增强你执行的能力哦。第二种，消极的自言自语。消极的自言自语包含自我质疑、自我批评或贬低的话语。这种自言自语可能是对过去不良经验的反思，或对未来挑战的担忧。如果是作为抒发压抑的情绪，偶尔做一做能帮助调整情绪。
但如果是长期的负面想法与自责，基于一次或少数次经验就对自己下结论，那很可能会延伸焦虑和忧郁的心理，必须减少这类的自言自语。第三种，任务导向的自言自语。任务导向的自言自语是关于任务或目标指导性的话语，这种类型常见于组织思维、提醒和规划步骤，就如一个内部模拟的过程，提供了一个通过自己说自己听来预演不同行动方案和其结果。这种过程类似于心理上的试错，好处是不需要承担现实中的实际风险或后果，因为如果听到说错了，可以立刻改变行动，因此达到提高解决问题的能力。如果问你，你会不会经常自言自语？大多人都应该认为不会或很少吧。但如果有一台能看穿心理的 X 光摄像机，你就会发现，原来我这么多的碎碎念和心理 OS， 看穿心理的 X 光摄像机就不存在啦。但我挑了15个生活中常见的自言自语，这些话可以在心里，也可以说出声音，看看你曾经有说过哪些话吧。第一，在组装东西时看着说明书喃喃自语，首先好，然后。第二，遇到没完没了的事抛出一句有够烦。第三，在数数时下意识用气音说给自己听1、2、3、4、5。第四，完成任务后给予自己肯定，做得好，这就是我的实力。第五，在烦躁和不爽时发出的啧啧声。第六，突然发生意外安抚自己，没事的，没事的。第七，很长一段的有来有回的碎碎念，耶，下课了，我们要怎么庆祝呢？去买真奶吗？要喝哪一家？好像带不够钱。第八，遇到某人做白目的事脱口而出，干，靠背，林老师，干。第九，被自己笨到忍不住吐槽自己，哎呀，我怎么那么笨？第10，晚间的放弃思考，算了，还是睡觉吧。第11，肚子饿却很懒出门，还是叫外送好了。第12，面对挑战时握拳鼓励自己，加油，我可以的。第13，感到命运不公到可怜自己，为什么这种事总是发生在我身上？第14，面对失败时自我振作，没关系，下次会更好。第15，滑手机听到好笑的话，下意识重复那句话，晚安马卡巴卡。根据以上不专业测试，个别有5题是积极、消极和任务导向的自言自语。哪个情境是你比较常发生的呢？从中可以发现你自言自语的类型。如果你几乎15个都有，那你就是个很喜欢自言自语的人了。这时有人会想到，如果我经常自言自语，是不是我有精神分裂症？精神分裂症是一种长期心理健康异常状态的心理障碍，现在已经改称作思觉失调症了。它和一般的自言自语是有区别的，可以从3点观察。区别1，频率和情境。一般人的自言自语是偶尔发生的，通常在需要集中注意力或解决问题时，有意无意地说给自己听。而思觉失调症的人会更频繁在任何情境说出与现实脱节和无法理解的事情，这可能是他们对幻听的回应，比如不，昨天星星已经告诉我了。区别2，反应和控制。一般人的自言自语是可以控制要说和不要说，尤其在社交场合上不会让他人产生负面想法。思觉失调症患者因为妄想和幻听的反应，让他们无论什么场合都可能自言自语或向声音做出反应，严重影响社交与工作。区别3，伴随症状。思觉失调症患者常伴随其他症状，如幻听、妄想、认知功能障碍等。一般人的自言自语是没有伴随这些症状的。如果你认为你有心理问题，我建议还是关掉影片，寻求专业的帮忙。好，你会继续看到这里，表示你是正常的人。我们从另一个也是正常的角度去说，在一些卡通或影剧里，在描绘一个正常人的心理活动时，往往会以一个天使和一个恶魔作为心理两方不同的声音。我要吃冰淇淋，不可以，吃冰淇淋会胖。没关系啦，吃一个哪会胖？别听他瞎说，冰淇淋虽然好吃，但糖分和脂肪超高。来吧，偶尔放松一下自己又何妨呢？记住，长期健康远比短暂的快乐来得重要。挺好，快乐的心情也是健康的一部分嘛。等一等，你可以挑选健康的水果或低脂酸奶代替啊。哎呀，冰淇淋美滋滋，美滋滋，开心一下。重要是找到平衡，
如果你真的想吃，那就要做运动，燃烧这些额外的热量。看吧，天使最后也同意了，来一个冰淇淋甜蜜时刻吧！你是否有过这样内心的小剧场呢？通常是你的天使还是恶魔获胜？不过这些不是幻听哦，这只是一种以艺术描绘人们内心的对话。当然，心理学里并没有恶魔和天使的说法，但我发现有一个心理学理论却和他们有一点点相似，也就是精神心理学派创始人弗洛伊德的本我、自我、超我 （id, ego, superego）。弗洛伊德把一个人的心理结构分为3个部分：本我、自我、超我。每一个我掌管着不同的原则。本我遵循的是快乐原则，寻求的是即时满足，现实与后果不是他的管辖范围。他在3个我中是最原始的部分。用一个孩子做比喻，本我就像是一个永远想要吃糖的小孩，他不会关心是否是吃饭时间，或是吃太多糖会不会生病。自我呢，遵循的是现实原则，尝试以最合理的方式尽量满足本我的需求，又同时考虑到社会规范和规则。可用大人做比喻，自我就像是一个懂得社会规范的大人，他的任务就是好好照顾小孩。他会解释为什么现在不是吃糖的最佳时机，并寻找合适的时机和方式来满足想吃糖的小孩。超我遵循的是道德原则，致力于控制本我的冲动，让行为符合道德和伦理规范。超我就像是一个道德老师，教导小孩什么事是对的，什么事是错的，以及应该如何才是符合道德规范的。每一个我都非常重要，哪一个我比较多都不是最理想的结果。那和自言自语有什么关系啊？这就像心里住着3个声音，我们一样用冰淇淋来做例子。冰淇淋，现在就想要。不吃了对身体不好，需要找到平衡，也许吃一小口。我要冰淇淋。记住我们的健康标准。那我们折中吧，选个健康点的。但我就想吃冰淇淋。要对自己的行为负责。那吃完后，我们去散步消化。OK， 这是可以接受的。决定了，吃小份然后去散步，这样大家都开心。换做其他情况也一样，你发现你在自言自语，有时欲望告诉你去做，有时内心出现阻止的声音，是不是像这个本我、自我、超我在内心说个不停呢？当然这里完全是我的想法，原始的本我、自我、超我理论和自言自语是没有关系的，只是我觉得有些相似之处，给大家娱乐一下。弗洛伊德的人格3元论，本我、自我、超我，以后有机会再出一集详细讲讲吧。好，回到自言自语这里，自言自语这个行为一般上都是好的，对自己说鼓励或肯定的话，真的能够提升一个人的解决能力、情绪调节、压力对应和自我效能，有许多研究证明这点。而且听说积极的自言自语能帮助一个人走向人生胜利组呢，所以别一味的批评自己，这样只会让自己人生变得焦虑。正向的自言自语能成就一个人，消极的自言自语能毁掉一个人。如果你发现你有自言自语的习惯，那对自己好一点，多说一些好话，我可以的，我一定行的，给你的人生开启更多成功的机会吧。等等，先别急着关掉，这里还有3个上期有趣的留言可以看哦，有可能你就被选中。如果觉得这集对你有帮助的话，可以利用下方的超级感谢小额支持创作。离开前简单的点赞或留言都能提升我们制作影片的动力。按下订阅小铃铛，下集有新的影片就会通知你咯。我是阿维，感谢观看，下集见。